200万你都买不到，人家都没发现过这种高古玉。老先生，我早知道你要是来找我鉴定的，我绝对不让您跑这么远。您直接上平台去找我，发几张图片就搞定了。但是有一点，老哥，您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给你看东西，无论真老，就是我说的，无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有好多老先生，您想想，您从加拿大回到北京，再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在看的电视上有这个有一说一。你怎么看这个玉璧？这个玉璧的，我自己的年龄是哪？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这不是金，这是玉自带的。它是自己发射，自己带的自己。他们在模仿的时候会找一块带杂色的玉，自带的杂色，它不是也是一种沁色啊？它叫原生沁，就玉的那个原生沁。你靠近的看一看，这种叫原生沁，它不是说后期慢慢我们在入土或者是有水渍什么水银沁土沁等等各种沁吧。它这种呢叫原生沁，玉本身就自带的沁。所以说呢，它不是说你说这个沁看着很自然，它当然自然了，它本身就带了。千百万年来，它在那个就是它没被开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沁色了。它会选这么一块料子，然后呢再去进行琢磨。第一，您说这个光气已经很柔和了，确实是可能有人都盘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我看不好的地方。第一，它这个边缘人说的有点肉。圆滚滚的有点肉，古人做的玉璧一定是很犀利的。这种犀利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工具原因造成的，它会很光辉。古人的脑子里它不是跟我们现在说照着那颗玉一点一点的去弄。古人是胸有丘壑的这心中知道怎么去做。第一呢不够犀利，第二呢咱看这个内部，这内部这个孔这个孔道，这个痕迹也不对。快速工具，它不会很老，因为老的这个里边的话，它会呈现的那种管断的痕迹。再一个呢，这个边缘呢也有点这个肉，说的肉就是不够犀利。咱们老想着现在电动工具会不会很犀利？恰恰相反，电动工具雕出来的本来很绵软。再一个呢，咱看上面这字这字全都是机器雕出来的，都是现在就是说沙坨一体的东西磨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个小电钻吗？小电钻上边会带着那种就是合金的小颗粒，那叫沙坨一体，是磨出来的。古人的话呢是有句话叫什么呢？君子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切一边搓，一边琢一边磨。一块好的玉璧在古代可能都能达到2、3年之久，现在制作一块玉璧，用心的去做，也用不了个10天8天就做完了。简单的像这种可能1上午就给你做出来了，但并不像古玉那种真正的国气，它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要微观的去看，就是说这是字体内部都是崩塌不断，这个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古代说一点一点的加上解玉砂，拿那个这个咱说的这个活锯磨，而是这个直接到底的话，玉呢比较硬，两边就出现崩塌，而且呢阴刻线内部呢没有砂质感，全部都是说直接一下到底的他刻这么多字，这个人也挺费劲的也用了点心思，但是呢工艺是完全不一样。我这样一说，您可能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您买的应该不是特别贵，当老买，带着文字的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都是仿的高古玉，这么远来的，别到时候呢，就是说吃一肚子气回去了，我心里于心不忍。怎么去？不会去这横道为走，关键是您这么远来，我这车怎么是200块钱？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200块钱，我怕您花2万，甚至您知道有的朋友为了一块玉，能花好几万，10好几万，那你能接受得了？
由于工作的原因，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那么今天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收一件重器。这件重器我足足等了它3年，因为3年之前我出的价格没有谈拢，本以为这件宝贝就永远的错失了啊，不料今天主家给我打电话，同意了我出的那个价格。那么一会儿我就带大家一起去一睹真容。我不录你，俺不想让别人知道卖多少钱。我看看那个东西。看那个东西啊，没给别人看。哎呀，你说3年了，你那时候买给我多好啊！我这跑这边小80公里，我加上2000拿走的。你可别摸了，不是你别不是不什么了，妹妹，咱在电话里都说好了，你觉得那个价行呢？我现在立马转账，咱拿走。行啊，是吧？咱说好就说好了。这今年你放心，放了那好几年一点动没动，今年厂里没活，你什么还人家是。确实手底下没钱了，哎，那个桌还在，我记得有个桌，哦，在这啊，从地下来，你看看。说好了哈。啊，行啊，那个买给你呗，确实是周转不开的。好了，妹妹，我不跟你说嘛了，我手机我转给你哈。真不容易，给大家讲一下，整整3年，我都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指望了。然后这个今天呢，这边这个妹妹给我打电话。有很多朋友说我讲的太少，那么今天呢，不过天都黑了，大家凑合着看，因为我往这边走啊，实在是太远。我给大家讲一下吧，原底座，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哈？为什么我激动？你知道我激动在哪里吗？这个东西，故宫博物院有同款，还没有这个盖儿。马未都马爷的观复博物馆有一个款式的啊，咱就不说这个东西啊级别有多高了。非一般人家的东西啊，能流传下来啊，已经很激动了。大家想必也能看出来，我把这个帽一拿，大家能看像个什么鼎。所以说呢，哎，这个就叫鼎式炉啊。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鼎啊，传承于哪里呢？相传呢，禹铸九鼎，谁得到了九鼎呢？啊，有句话叫问鼎中原，鼎立千秋，也就是说受命于天。所以鼎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说是我们历史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上的一环。咱经常说三足鼎立，一言九鼎啊，然后千秋万代啊，鼎立千秋，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开业的时候呢，也会买一个鼎，公司啊，或者是干一个买卖啊，都会放一个鼎，加以祝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形制呢？说了这么半天，大家可能都知道，就类似于一个鼎。这是演变而来的，从早期的鼎演变成一个炉，而且呢有盖儿，就变成了一个熏香炉。那么它的全名是什么呢？掐丝珐琅朝冠耳的一个鼎式熏香炉，而且呢是龙钮的，看见吗？上边是一个龙头。那么掐丝珐琅传承于什么？据说元末就有掐丝珐琅了，真正发扬光大的时候呢，到什么呢？明代景泰年间，就是明早期景泰年间，景泰皇帝。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景泰蓝。它的整个工艺是什么呢？把这个铜锤叶敲打或者铸造出来以后呢，在上边一点一点的掐丝，掐完丝以后呢，在上边施珐琅再烧制。所以说工艺非常繁缛。你看看它到底有多美吗？啊，盘口啊，书颈、鼓腹、兽足啊。3个狮腿的足，那么这个呢是朝冠耳，两边呢有2个铜钱相连接，整体工艺繁缛复杂，包括这上边鸿福齐天的云纹啊，视线不好，大家呢凑合看，上边有2条龙，2龙戏珠啊，那个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晚清民国时候，级别也是非常的高。鼎式的熏香炉，我们为什么喜欢寿堂炉？第一呢，它代表了就是说千秋鼎立是吧？鼎立千秋之意。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寓意香火延绵不断，鼎立千秋之意，而且是朝冠一件重器，整体体积40多。3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我来过，但是当时给那个家呢特卖，我实在也收不起。那今天呢，可能种种原因吧，因为这种失去可能就再也没。还是工艺，还是器型，也很好。最早我们看啊，清宫里乾隆时候，所以说这个东西的
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书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啊，真不容易，3年之久，整3年。我对这个东西其实当时就已经没抱什么希望了，我都感觉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哎呀，有的时候还惦记，没想到1年是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戏了啊。